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5年之约终将兑现，肖战王一博再赚同台背后，顶流叙事、资本博弈与情绪经济的全面解构。2026年的娱乐圈，在一个看似普通的官宣中再次被点燃。当微博之夜嘉宾名单悄然流出，肖战与王一博的名字同时出现，这不仅仅是一份演出阵容，更像是一颗被精心投掷的情绪炸弹，精准命中整个内娱最敏感的一块集体记忆。5年时间，从合作爆红到彻底避嫌，再到如今疑似破冰，这场围绕是否同台的悬念，早已超越明星本身，成为一场关于流量、资本、粉圈与叙事权的复杂博弈。回溯一切的原点，仍然要回到2019年。那一年，《陈情令》横空出世，在没有 S 级制作加持、没有顶级宣发资源的情况下，凭借角色塑造与演员之间微妙的化学反应，实现了现象级破圈。为无限与蓝忘机，不只是角色，更成为一代观众的情感投射载体。从行业角度来看，这部剧创造了3个关键价值：情绪沉浸式叙事，观众不再只是看剧情，而是进入关系；角色绑定演员人格，角色魅力反向强化艺人认知； CP 文化商业化模板成型。业内某资深制片人曾评价，《陈情令》的成功不是偶然，它是内容工业与粉丝文化第一次深度耦合的产物。双引号。而肖战与王一博正是这套系统中最关键的情绪节点。南京演唱会是整个叙事的高潮。当无机响起，数万观众集体共振，那一刻形成的不只是舞台记忆，而是集体情绪仪式。数据层面同样惊人，线上观看人数突破300万加，相关话题持续霸榜超过72小时， CP 超话活跃度创历史峰值。一位娱乐数据分析师指出，他们的同框不是简单的1+1，而是指数及情绪叠加。双引号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直到今天，是否同台依然具备毁灭级话题能力。真正改变一切的是2020年的舆论风暴。事件之后，行业出现了3个明显变化：风险控制优先级上升，艺人与工作室开始极度谨慎处理任何可被解读的互动， CP 叙事被主动切断，从流量工具变为潜在风险源，粉圈对立结构形成，曾经的共生关系演变为对抗关系。王一博删除相关作品标记，肖战在采访中回避提及，这些都不是偶然，而是系统性降温策略的一部分。此次微博之夜最耐人寻味的，并不是同场，而是细节。官宣节奏的时间密码：下午1:07分 vs 4:23分，被粉丝解读为情绪暗号，虽未必真实，但刻意留白本身就是信号。视觉设计的呼应：冷蓝 vs 暖金，对应当年经典配色。这类设计在行业中通常属于高级暗示型传播。文案模板一致性，在顶流工作室中极为罕见，意味着要么统一物料来源，要么存在沟通默契。某公关公司负责人分析，这种似有似无的同步是当前最安全也最有效的预热方式。双引号。从商业角度来看，这不是情怀问题，而是确定性流量资产。如果2人同台，将直接带来平台 DAU 短时暴涨，广告溢价提升，社交媒体裂变传播，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可预测爆点事件。但风险同样存在，粉圈冲突再度激化，舆论失控，品牌方观望。因此，
主办方的真实策略很可能是制造可能性，而非确认结果。为什么 CP 粉如此执着？心理学上，这属于典型的未完成叙事，特点包括情感未被终结持续投射，记忆被理想化强化美化，时间沉淀情绪升值。一位文化研究学者指出，粉丝等待的不是同台，而是一个情绪 closure。双引号，当前舆论明显分为3类 ：CP 粉坚信5年之约，进行符号级解读；伪粉强烈抵触绑定，强调个人发展；路人将其视为娱乐事件，更关注热闹性。这种3方结构使得任何结果都会引发巨大讨论。我们可以做一个行业级推演。情况1：正式合唱，爆炸级事件，全网热搜霸榜，内娱年度记忆点锁定。情况2：同场不同台，话题依旧爆，但伴随失望情绪。情况3：完全错开，争议最大，主办方可能承压，网友评论精选，不需要互动，只要同框就够了。5年了，这一次真的会等到吗？他们早就各自为王，但我还是想看奇迹。理智告诉我不可能，情感告诉我一定会。如果同台，我会哭；如果没有，我也会哭。双引号。这些评论说明了一点，这早已不是理性事件，而是情绪事件。如果说《陈情令》时期的肖战与王一博是并肩叙事，那么过去5年则是2条截然不同的成长路径。肖战主流话语正统演员路线，深耕电视剧领域，强化现实题材与证据表达，不断向国民演员转型。他逐渐完成了从流量艺人到主流演员的跃迁，其作品在口碑与收视层面形成双重支撑。一位影视评论人指出，肖战的路径本质是风险修复加价值重建，他在重塑公众信任。双引号。王一博多为跨界与电影工业路线，相比之下，王一博的路径更具突破性，进军电影赛道，深度参与赛车等专业领域，构建真实技能型艺人标签。这种发展方式让他逐渐摆脱单一演员身份，形成跨领域影响力。行业内部普遍认为，王一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具备不可替代性体验，而非单纯流量。双引号。很多观众将问题简单理解为他们愿不愿意同台。双引号。但实际上，更关键的是，行业结构是否允许，必须满足3个条件：商业利益不冲突，双方代言、资源、平台站位不能产生直接竞争，舆论风险可控，不会引发大规模粉圈冲突，叙事逻辑成立。同台必须有理由，而不是纯消费情怀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，即便技术上可以安排，但现实中极难实现。微博之夜这次的操作，本质上是一种高级营销策略，模糊确定性，放大讨论空间。核心手法包括信息延迟释放、视觉暗示、时间差操作。这类策略的优点在于，不需要承担结果责任，却可以获得最大话题收益。换句话说，即便他们不上台，这场营销已经成功了。这一事件之所以反复引爆，本质上属于情绪资产的2次开发。粉丝并不是在等待一个结果，而是在参与一个过程。猜测、解读、期待、失落，这种循环本身就构成消费闭环。文化产业研究者提出一个概念：现代娱乐工业不再生产内容，而是生产情绪循环。双引号。而博君一肖正是最典型的样本之一。假设最理想情况发生，
肖战与王一博真的同台，那这一刻的意义将远超舞台本身。对粉丝，情绪闭环完成，5年等待获得回应；对行业，再次验证顶流叙事的威力；对两人，从回避关系转向超越关系，这将成为内娱极少数可以被称为时代节点的瞬间。反过来看，如果最终没有同台，其实也不会终结这个故事，因为为实现保持想象空间，遗憾强化记忆价值，距离延长讨论周期，某种程度上，未发生反而更有利于神话延续。我们整理了多位业内人士观点、媒体人观点，这是一次典型的情怀流量回收，精准且克制。双引号，经纪行业人士，如果真的同台，一定是经过极长时间博弈的结果。双引号，学者观点，它体现的是当代娱乐工业对关系叙事的再利用能力。双引号，结语，顶流之外，是一场关于记忆的战争。肖战与王一博是否同台，其实只是表层问题，更深层的是，谁在掌控叙事权？情绪是否可以被商业化反复利用？粉丝的记忆究竟属于谁？5年过去，他们早已不需要彼此来证明什么，但观众或许还需要一个答案。互动讨论话题：如果两人真的同台，你觉得是情怀回归还是资本操作？ CP 文化对演员来说是助力还是负担？顶流是否应该完全摆脱过去的角色绑定？你更希望看到他们合作作品，还是简单同框？5年之后再重逢，这种叙事是否已经被过度消费？如果你是主办方，你会安排他们同台吗？为什么？